有关于中国空军买苏35是亏是赚这个问题，长久以来讨论度其实一直都挺高的。今天咱们便来聊一些此前很少说过的点。Hello， 各位老铁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，我是虎妞。在中国空军大踏步向前发展迈进的今天，早些年间从俄罗斯采购的战机，譬如说苏27、苏30、苏35的关注度自然有所下降。这些曾为中国空军立下汗马功劳的俄式战机，现如今有很多都到了快退休的时候。比如说那一批苏27 UBK 就已经是超级飞行1000多个小时还在用的状态，在可以预见到的将来，势必会被中国国产战机给替换掉。不过虎妞今天要来给大家说说的，则是中国空军早些年间购买苏35战斗机的一些事儿。相较于那些咱们在过去已经谈论过很多次的性能，中国空军采购苏35的这些趣闻倒是很少被人提起。在首批共计4架苏35战斗机交付给湛江旅的16年年末，那时候的中国空军已经完成了相当大一部分的现代化升级换代工作，国产战机这硬件装备水平上来了，电子战能力也就随之水涨船高。确切地说，16年的中国空军基本已经养成了无电战不升空的习惯，战术机的电子战对抗能力显然已经成了21世纪现代空战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在这样的大前提下，十分重视战术机电子战能力的中国空军，自然是对苏35的电子战能力颇为期待的。按照目前已知的情况来看，中国空军起初是通过中俄军事合作的官方渠道，了解到了一些关于苏35电子战能力的俄方说法，并对此表示出了浓厚的兴趣，希望苏35这电战能力能让人大开眼界。中国空军之所以对苏35电战能力抱有期待，这是有原因的。就像虎妞前面提到的那批苏27 UBK， 当年中国空军刚接手的时候，这批苏27 UBK 上搭载的电战设备水平，就很是让当时的中国空军还有中航军工业开了次眼。苏27 UBK 到苏35中间还隔着个苏30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苏35又是俄罗斯人外销出口的最强型号，最先进的俄式双发重战侧卫系列的天花板。照这么来看，那苏35的电战能力怎么着也得让人再次开开眼界，不是？按理来说确实应该如此，但等中国空军实际到手苏35之后，情况却有了180度的大逆转。苏35这个电子战能力真要给个准确评价的话，那么就是在不挂载2个翼尖电子战吊舱，占用2个格斗弹挂点的前提下，这电子战能力几乎来说就约等于没有。就算是挂上那俩翼尖电子战吊舱，整机的电子战水平也就跟咱歼10不挂额外电战吊舱水平差不多，这已经不能说是让人大失所望的，说是惊掉了下巴都不足为过。而另一方面，考虑到俄罗斯人一直有卖侯版武器给买家出口降级版的这个习惯，中国空军这边就有理由怀疑，是不是俄罗斯人给过来的这苏35是侯版，没按照采购合同规定的走，在电战能力上做了阉割，跟俄军自用版苏35是两码事儿。但在通过中俄军事合作官方渠道进行沟通确认后，苏霍伊厂家那边的回应也是一脸懵逼，表示这就是按照合同规定来走的苏35满配版本，跟俄军自用版没区别，是既没阉割也没删减。加上后来又通过多方渠道进行了验明确认，这才知道俄方厂家确实实话实说，苏35这电战水平那是真就这样。如此一来的话，答案就很显而易见了。相较于20年前的苏27，俄罗斯在苏35电战系统上的水平不能说是一点没变，但真的是进步提升小到可以忽略不计。相较于之前的满怀期待，苏35这个实际到手后展现出来的电战水平，那确实是让人大失所望的。另一方面，中国空军买苏35的趣事也不止这一件。根据苏霍伊工程师战季加夫对俄媒披露的消息来看，在中国空军订购苏35的初期，苏霍伊原计划是按照中国空军提出的客户需求，对苏35的座舱和控制系统进行全面汉化，以中文取代俄文，好让中国空军到手后能更快上手适应。但苏霍伊的项目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很快就发现，中文汉字相较于俄文字母来说更加复杂，笔画更多。苏35上装配的低清液晶显示屏，如果换成中文界面，
其导致的结果就是字迹模糊不清，笔画较多的汉字会糊成一片，这很显然行不通。苏霍伊方面研究之后，提出给苏35换装更高清大屏的液晶显示器，来匹配中文系统汉化的改造计划。但如此一来，又需要对座舱布局进行大刀阔斧的多项改动，很多按键设置都要牵一发动全身的变化，需要更长的改造时间和更多改造经费。对苏35急于提货的中国空军，最终并未选择苏霍伊提出的这种解决方案，而是直接将俄文原系统的苏35原装提走。事实上，俄文操作系统倒也难不倒中国空军，毕竟之前飞苏27和30都飞出经验，炉火纯青了。按照苏霍伊给出的说法，27和30也没有针对中国空军的客户需求进行汉化，中国空军也照样能飞。所以俄文原装的苏35起初可能确实会有点难以上手，但讲真来说也确实问题不大。话题说回到标题，以上2件事确实能看出俄式战机也不是优秀到完美毫无缺点。俄罗斯在小平台电子战和电子设备这2个领域确实不是强项，但要说中国空军买苏35吃亏了，那也明显不至于。苏35上许多优秀的设计理念和相较于前代老侧位的改进提升之处，后来都被研究透彻，消化吸收到中国军工自身体系当中，对于国产侧位系列战机的性能提升和后续改进带来了很大的助力，这才是通过一般军购很难买得到的最大提升之处。